离开加拿大多伦多市，沿着400号公路一路向北再转西，有一座叫做 Manitoulin 的美丽的淡水岛屿。继续沿着6号公路南下，你会看到一条叫做 Carwell Street 的有趣小路。往东侧一旦跨过了这个边界，就改了个名字 Wikwemicong 为。把地图拉远了看，岛东的这整个区域都叫做 Miquimacong， 而不像其他地方的 City、Village、Island 这样的常见后缀。这个听起来有点拗口的名字，右侧是这个词 Unceded Territory， 未割让之地。稍微回忆一下，如果你在加拿大待过，有没有留意过很多公共场合的活动会有这样的一段开场白？ Good evening, everyone. I'm going to begin with a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land. 这段陈述叫做 Land Acknowledgement， 土地确认。不仅能够在几乎所有机构的网站找到详细解释，且早就成为大多地区的600多所公校每天晨间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土地确认的内容。首先 First Nations 是对现今加拿大境内的印第安人的尊称，因纽特人与梅地人则是另外2个民族。其中 Mississaugas of the Credit、Anishinaabe、Chippewa、Haudenosaunee、Wendat 分别是5个位于加拿大省部族的名字。下面的 Toronto 是 Toronto 在 Mohawk 语中的名字，意为水中有树矗立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元素都被这个13号条约连接在一起。单从土地确认的措辞上看，无疑体现了当今加拿大人对原住民的尊重。但这个尊重的代价是什么？以及这个13号条约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纵观加拿大土地上的历史，其实前后后发生过近100个条约，覆盖了几乎所有土地。其中被今天加拿大政府承认的有70条历史条约，以及25条现代条约。其中最早期的条约源自英法在北美土地上的殖民对抗时期，双方为了拉拢当地土著而签下的零散条约。比较著名的就有1701年的 Great Peace of Montreal， 由时任新法兰西总督路易斯牵头，与39个原住民部落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法国人可以在底特律自由停留，英法交战时各部族保持中立等。而作为交换，法国人则要为易洛阔联盟提供自由贸易的机会以及价格较低的商品。作为双方都期待已久的和平条约，各个部族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画下了各自的标志作为签名。比如 Algonquin 是一只鹤， Mississauga 则是一只雷鸟。可能也正是这些文化的沟壑，也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60多年后，英国于1763年赢得了旷日持久的殖民战。这个时候，政府便以皇家的名义做出明确声明：印第安国家或部族所占有的土地不得受到侵扰和干涉，在未割让或买断前均可停留使用。这也为1982年计入加拿大宪法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早期的各类条约都是以和平友谊为主，那么之后的条约更像是土地与其他资源的交易。比如由时任总督道格拉斯在温哥华与维多利亚区域与当地原住民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就是以支付金钱、物件、赋予特权来换取土地的所有权。而加拿大东部，比如之前提到的 Manitoulin 岛，也是在同一时期收到了类似的条约。但是在1850年之后，这个现象变本加厉，大片土地沦为被交易的对象。起初是 Anishinaabe 族通过罗宾逊条约让出了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北岸的大片土地，以供殖民政府采矿。接着在1871到1877年间出现了首批编号条约，覆盖了加拿大南部的大片草原和林地。之后，曼尼托巴、萨斯卡彻温、阿尔伯塔这3个草原省份的全部，以及安大略省北部、西北地区和 BC 省的和平河流域，也都因为8号到11号条约的签约而被交易。对加拿大政府来说，这些条约的签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修建铁路以及人口西迁的计划。而对于原住民来说，在打算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农耕时，也确实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本来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但是在理解和执行层面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和矛盾。我们以1号条约为例来看一下条约中用词。科瑞族的奇佩瓦和斯瓦姆皮部落和居住在以下地区的其他印第安人，在此向英国女皇陛下及其后继者永久的割让、放弃、交出、让与这些土地。可以说，政府在希望当地原住民交出土地一切权利这件事上说的已经是相当的赤裸了。
而原住民这边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则是这样的口头承诺：只有围栏的住宅范围是不可以进入的，但只要太阳照常升起，所有其他区域将永属我们。一木一时都从未向政府承诺放弃，因为在各个本地部族之间，口耳相传是传承历史的重要形式，难免与当时政府只看白纸黑字的做法造成了不小的分歧。与此同时，在很多保留地的划分细节上，双方也至今都未达成一致。以12号条约为例，保留地面积应该按照每个五口之家分配160英亩，之后又提高到640英亩。但在实际执行时，有的是因为少算了部落的人数，导致保留地的面积一开始就不够；有的是因为最初许诺的保留地不曾兑现，或者后来征走的保留地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之类的各种矛盾，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处理好，因而被归入了具体权利要求以及全面权利要求，慢慢解决。但如果说这个17编号条约所带来的纷争都是围绕土地权利，那么接下来在1876年诞生的印第安人法则有点种族同化的意味了。禁止离开保留地居住，禁止在保留地销售酒精，禁止土著民族举行宗教仪式、舞蹈以及民族服装，强制土著民族儿童离开家庭和本族社会，转而到寄宿学校接受天主教的教育，并且在学校不能讲本族语言。2017年多伦多电影节上的一部电影《Indian Horse》就曾揭露过当时印第安孩子所经受的屈辱。从这个时候起，原住民相关的权利申诉就变成了一场拉锯战。从一开始的请愿游行，到1916年 BC 省的部族联盟对国会的挑战，再到1969年尼斯嘎族通过司法途径的尝试，终于在1973年8月令加拿大印第安事务及北方发展部发布政策声明，承认1763年王室宣言、1867年宪法以及历史条约所赋予原住民的权利，同意就尚未解决的土地问题进行谈判。今天数以百计的土地权利谈判还在继续进行，比如 BC 省将所有的条约谈判分为6个阶段。根据该省条约委员会2020年度的报告，目前有38个部族正在进行着谈判过程，其中7个已经进入到第6阶段，14个已经进入到第5阶段，任重道远。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个多伦多西北处的 Manitoulin Island 上的 Wikwemikong 部族先后拒绝签署1836年的 Bondhead 条约和1867年的 McDougall 条约，甚至在2014年颁布了自己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未割让。如今你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可以找到这样一条由贝壳串珠编织出来的腰带，与覆盖大多伦多地区的条约外号一样，它称作 One Dish One Spoon， 一勺一碟。图案上深色部分代表了盛装食物的餐具，餐具中央摆放着用米分食的海狸尾，这代表了原住民们共享土地、公平存续的法则。这个覆盖多伦多甚至整个加拿大的条约上没记日期、没写文字、没放签名，却在殖民者出现前守护了这一片土地上千年。